许没有瑞宝在下面咬着辉宝的尾巴，辉宝这次真的能爬上他的小亮台。辉宝与他的小亮台已经分开许久了，每天都对其心心念念。虽然自己这40厘米的腿与小亮台隔着遥远的距离，但辉宝从没放弃过。之后，辉宝走了另一条路，但瑞宝又给辉宝从树上拽了下来，让姨姨们看了以为今天瑞宝是坏瑞。辉宝一心想往树上爬，瑞宝则一直阻止着辉宝，但瑞宝实际上是担心辉宝的安全，怕妹妹走自己曾经的路，爬到树上下不来了，还得麻烦爷爷来救。而辉宝看到姐姐不让自己爬，在姐姐爬的时候，辉宝也过来捣乱，也爬到一半的姐姐推下了树。这时江爷爷已经开始喊爱宝带娃回家了，不过喊的同时自己还要拍个视频做留念。最后还是爱宝出手制止了姐妹俩的打闹。瑞宝摆脱妹妹后自己爬上了雪堆，本想伸手抓前方的竹子，结果脚下一滑，连滚带爬的翻了下去。之后瑞宝又艰难的爬了上去，来到了永宽洼的雪洞前。现在永宽洼的2个雪洞都坍塌了，不过瑞宝觉得挤一挤还能用。瑞宝钻进去证明了一下永宽洼的洞还是不错的，而一旁的辉宝则自己给自己挖了洞。辉宝钻进了自己挖的洞里，跟个打地鼠一样。而就在姨姨们看打地鼠时，瑞宝这里悄无声息地爬上了小亭子。辉宝思念已久，怎么爬都爬不上去的小亭子，瑞宝3两下就上去了。还得是瑞博士，选对方法最重要。属实是给辉宝降维打击到了。辉宝装作不在意，埋头研究着自己的抖动。瑞宝这里玩耍一番后，又丝滑的从上面下来了。因为雪堆太高，姨姨们看不到瑞宝攀爬的过程。瑞宝突然的上去，又突然的下来，就跟闪现一样。而这时辉宝也从狗洞里钻了出来。之后姐妹俩一前一后的跟着爱宝回了家。爱宝率先走出通道门，然后将爷爷又给通道关上了。这是在等爱宝吃完胡萝卜，再让姐妹俩出了。姐妹俩现在已经200斤了。如果合力抢爱宝的胡萝卜，爱宝已经不是对手，所以疼爱爱宝的爷爷们必须照顾好他的宝贝女儿。江爷爷看爱宝吃完了胡萝卜后，便给通道门再次打开了。姐妹俩屁颠屁颠的跑了进来。爱宝正在吃打辉宝，让辉宝走开，因为爱宝要去室外了。爱宝知道辉宝坐在这里，奶爸是不会开门的。爱宝想引走辉宝，但辉宝也不再是小时候那般好骗。现在的辉宝，爱宝是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。辉宝甚至都跟爷爷玩起了谋略。辉宝看到爷爷因为自己所以辉宝先藏在了竹林后面，在爷爷把通道门打开的那一刻，趁爷爷不注意，立马跑了过去。就这样成功混进了通道里。辉宝这成长速度可真是可怕。永宽拿着小零食开始哄辉宝回来，爷孙俩蹲在通道里相互拉扯。辉宝眼看永宽只动嘴而不投喂小零食，辉宝转头又钻进通道里了。最后永宽拿来小苹果给辉宝从通道里掉了出来。这次的拉扯让辉宝尝到了甜头，又让辉宝多了一个能吃的小苹果的方法。吃完小苹果的辉宝依旧没有停止整活。辉宝今天有点火力旺盛，辉宝爬到了滑梯上方的那棵小树上。辉宝现在爪子的锋利程度，这塑料护栏已经有点不够看了。辉宝的爪子已经能够穿透一些塑料护栏薄弱的地方了，但是再上一层还是有点滑。而与此同时，室外的乐宝也没有闲着，爷爷们给乐宝的室外布景了，鲜嫩的竹子插在雪地上，乐宝吃着有趣，姨姨们看着也很治愈。原来宝家园区的雪一直不见融化，是因为饲养员们每天晚上都会为其制造新的雪，所以园区的雪融化速度远远跟不上爷爷们的造雪速度。江爷爷这是打算让宝家这个冬天享受一整个冬天的雪啊，给宝家成员留下一个对冬天的深刻印象。等明年春天时，他们都将会期盼来年的冬天。将设备布置上后，江爷爷来到了瑞宝辉宝这里。此时瑞宝正在跟妈妈拉扯，现在房间大了，爷爷的镜头都得来回跟着跑了。瑞宝这一个劲儿的往妈妈怀里钻，想必姨姨们也猜出瑞宝这是要干嘛了，就是想要吃奶。而爱宝的态度也很坚决，那就是坚决不让瑞宝吃。爱宝这是打算给瑞宝辉宝控制每天的喝奶量了，等过段时间好让其断奶。吃不到奶的瑞宝来到爷爷身边，跟爷爷告妈妈的状，表示妈妈不让自己吃奶。但爷爷始终都是偏向爱宝的，表示瑞宝现在已经是大孩子了，已经可以吃竹子来补充营养了。妈妈的奶水对瑞宝来说已经达不到瑞宝成长所需要的营养了。然后将爷爷单独给瑞宝送来了一捧自己精心挑选过的嫩竹子，在将爷爷的一番哄劝下，瑞宝也妥协了，乖乖的吃起了竹子。虽然爱宝不让瑞宝吃奶，但爱宝反过来要吃瑞宝的竹子，不愧是母女俩，在吃的方面丝毫不讲情面，吃到自己嘴里的就是自己的。而与此同时的乐宝这里已经提前进入冷箱了。
爱宝正在驱赶辉宝，让辉宝走开，因为爱宝要去室外了。爱宝知道辉宝坐在这里，奶爸是不会开门的。爱宝想引走辉宝，但辉宝也不再是小时候那般好骗。现在的辉宝，爱宝是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。辉宝甚至都跟爷爷玩起了谋略。辉宝看到爷爷因为自己所以辉宝先藏在了竹林后面，在爷爷把通道门打开的那一刻，趁爷爷不注意，立马跑了过去，就这样成功混进了通道里。辉宝这成长速度可真是可怕。永宽拿着小零食开始哄辉宝回来，爷孙俩蹲在通道里相互拉扯。辉宝眼看永宽只动嘴而不投喂小零食，辉宝转头又钻进通道里了。最后永宽拿来小苹果给辉宝从通道里掉了出来。这次的拉扯让辉宝尝到了甜头，又让辉宝多了一个能吃的小苹果的方法。吃完小苹果的辉宝依旧没有停止整活。辉宝今天有点火力旺盛，辉宝爬到了滑梯上方的那棵小树上。辉宝现在爪子的锋利程度，这塑料护栏已经有点不够看了。辉宝的爪子已经能够穿透一些塑料护栏薄弱的地方了，但是再上一层还是有点滑。而与此同时，室外的乐宝也没有闲着，爷爷们给乐宝的室外布景了，鲜嫩的竹子插在雪地上，乐宝吃着有趣，姨姨们看着也很治愈。今天下班，辉宝又不给面了，吃了宋3岁的小苹果，还不配合宋3岁，甚至故意爬到高的地方，让宋3岁够不着自己。但宋3岁也成长了，眼看辉宝不听话，转头就走了，跟辉宝玩上冷暴力了。今天下班点到了时，依旧是只有瑞宝自己醒着。瑞宝爬上小木桩，站起身，试图叫醒正在睡觉的辉宝。这是因为宋3岁跟瑞宝谈了报酬。此时的宋3岁眼看园区只有瑞宝醒着，便给瑞宝喊了过来。宋3岁以1块小苹果为报酬，让瑞宝喊辉宝下来。瑞宝从小就讲诚信，吃完小苹果后就回去叫辉宝了。只不过自己能力有限，瑞宝发现自己根本叫不动，宋3岁便让瑞宝先自己回家。不过这是爱宝醒了，宋3岁眼看爱宝醒了，立马送上小苹果，防止爱宝一会儿再重新睡过去，用小苹果给爱宝提提神。爱宝看到小苹果后没有犹豫，立马转头过来给小苹果吃掉。爱宝吃完小苹果，看了看通道门，爱宝这时知道宋3岁为什么送小苹果了，就是为了让自己回家。爱宝从不白吃人东西。爱宝消化完小苹果后，便从小亭子上下来，走回了家。这时便只剩辉宝了。宋3岁带着诚意来到园区，一手的小零食。宋3岁先是给树上的竹子扯了下来，准备大干一场，接着站上去喂给了辉宝1块小苹果。本想趁辉宝还没反应过来就给辉宝推下去，哪知辉宝反应的这么快，一下打破了宋3岁的计划。辉宝站在最高的树杈上，让宋3岁够不着自己。宋3岁这趟白出来了，甚至还赔了好几块小苹果。而对于辉宝的下班，这下只能看辉宝自己的心情了。